好家伙，如果让你穿越回600年前，手里只有一个破碗，你能活几天？别说几天，当时的朱重八连这个碗都是讨来的。他眼睁睁看着爹娘饿死在自己面前，却什么都做不了。为了活命，他跟野狗抢过食，被人踩着脑袋骂过，跪在泥地里磕过头。他失去了一切可以失去的东西，连哭出声的资格都没有。可就是这个人，最后坐上了龙椅，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离谱的逆袭，成为中国最后一个汉人王朝的开国皇帝。这个人就是朱元璋。但在那之前，他叫朱重八，你也可以叫他朱八八。取这个名字不是因为他家搞数学，而是那个年代老百姓根本不配拥有名字。你不能上学，不能当官，你这一辈子大概率都是文盲，不知道什么叫诸子百家，唐诗宋词。你活着就像地里的野草，被人采了拔了烧了，都没人多看你一眼。后来朱元璋当上皇帝，回想起那段日子，写下过一句话：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至弱，破而躺阳，寥寥数语，字字泣血。为了理解他接下来干的事有多伟大，在故事开始之前，我们得先搞清楚一件事：1368年之前，这片土地到底烂成了什么样子？只有知道了答案，你才会明白，一个拿着破碗的乞丐，要走到那把龙椅上，究竟要跨过多宽的深渊？打开1368年之前的中国地图，你心里大概只会涌现出2个字：绝望。自唐末至明初，中国已经四分五裂了几百年，北方极其重要的战略要地燕云16州，丢了整整430年，中原大地无险可守，游牧骑兵随时可以长驱直入。云南已经独立了几百年，语言不通，文化差异巨大，南北方长期分属不同政权，隔阂极深。到了元朝，4等人制的推行进一步加剧了分裂，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被严格区分，政治地位和上升通道天差地别。汉人不仅不能担任要职，甚至连拥有武器、夜间行走都受到限制。如果就这么发展下去，今天的中国极有可能就像现在的欧洲一样，碎成几十个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互相看不顺眼的小国家。但是历史总是充满奇迹，就在民族存亡的危难之际，一个乞丐横空出世，为了活命，朱重八去黄觉寺当了和尚，其实就是去当合法的乞丐。他端着一个破木碗，在淮西的土地上流浪了整整3年。这段经历在历史上往往被轻描淡写的一笔带过，但你仔细想，这3年的要饭生涯是朱元璋后来性格的底层逻辑，他的残忍，他的多疑，他对贫苦百姓的真实同情，他对贪官污吏的刻骨仇恨，全部都在这里种下了根。3年流浪，他走遍了淮西的山山水水，见惯了人间疾苦。他看到地主家的粮仓堆得满满当当，而佃农的孩子饿得皮包骨头。他看到官府征收苛捐杂税，百姓卖儿卖女。他看到元朝的官吏横行霸道，汉人活得不如一条狗。这些画面像刀子一样刻进了他的骨髓。如果说出来讨饭前他还是一个不知所措的少年，那么经过3年漂泊的生活，回到黄觉寺时，他已经是一个有自信战胜一切的人。这是一个伟大的转变，很多人可能穷其一生也无法完成。转变的关键在于心，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心是最柔弱的地方，它特别容易被伤害。爱情的背叛，亲情的失去，友情的丢失，都将是重重的一击。然而对于朱重八来说，还有什么不可承受的呢？他已经失去了一切。是的，即使你拥有令人羡慕的容貌，博览群书的才学，挥霍不尽的财富，也不能证明你的强大，因为心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历史上
有很多开国皇帝，李世民是关陇贵族，一出生就在罗马，赵匡胤是手握重兵的军阀，带资进祖。但朱元璋代表的是这片土地上最苦难、最沉默的绝对底层，他是真正体会过那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绝望。当连像狗一样活下去都是一种奢望的时候，反抗是唯一的道路。反了吧，反了他娘！朱元璋的崛起速度堪称奇迹。他不像其他起义军那样只顾着抢钱抢地盘，而是采取了历史上最著名的那9字真言：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当陈友谅和张士诚还在为了一点地盘狗咬狗的时候，朱元璋在默默地建立自己的根据地，低调做事，闷头发展，打下地盘就建设、屯粮、练兵，不急着亮出底牌。这种战略定力在那个群雄并起的乱世中显得尤为可贵。接下来的事大家可能都知道了，鄱阳湖36天血战，他以少胜多，硬生生熬死了当时不可一世的陈友谅。紧接着秋风扫落叶般平定了江南。这2场战役，朱元璋展现出了惊人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智慧。面对陈友谅60万大军压境，他没有慌乱，而是利用火攻，利用地形，利用对手的傲慢，一步步将优势转化为胜势。然后朱元璋干了一件从南宋以来没有任何一个汉人政权敢干的事——北伐。在此之前，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从来都是由北向南打，从南向北打成功的概率几乎为0。地理上的劣势，南方多水田少骑兵，北方有平原，有战马，决定了这是一条几乎不可能的路。但朱元璋偏不信这个邪，他拜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领25万北伐大军誓师出征。出征前，朱元璋发布了一篇震惊天下的奉天讨袁北伐檄文，请注意里面最核心的16个字。这不仅是大明王朝276年的立国之本，也是华夏文明在绝地反击时爆发出的一声怒吼：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思民。这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在这16个字面前，什么王侯将相，什么朝代更替，都显得黯然失色。朱元璋要做的不仅仅是赶走蒙古人，他要打碎元朝那套把人分成3、6、9等的野蛮制度，他要把汉人失去的尊严、失去的文明一寸一寸连本带利地拿回来。大明铁骑一路向北，所向披靡，山东平定，河南平定，他们跨过黄河，踏上了那片沦陷了400年的中原大地。大军的路线图几乎丈量了大半个中国的版图，每收复一座重镇，迎接他们的都是汉人百姓夹道痛哭的泪水。公元1368年8月，明军攻克元大都今天的北京，元顺帝连夜逃回大漠。那一刻，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终于重新飘扬起汉人的旗帜。那片从石敬瑭手里丢掉、阔别了400年的燕云16州，终于回到了华夏的怀抱。建立大明之后，朱元璋不仅仅在地缘政治上统一了中国，他更是在精神和文化上对华夏文明进行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大复兴。他下令恢复唐宋时期的衣冠制度，重新确立了汉服的地位。他重视教育，哪怕是再穷的村子也要设立社学，让底层的孩子有书读，能识字。他重新梳理了中华的礼仪体系，把被游牧文化冲刷的支离破碎的传统文化一块一块重新拼了起来。在政治上，朱元璋废除了延续1000多年的丞相制度，6部直接对皇帝负责。他设立锦衣卫，加强对官员的监控。他颁布大诰，让百姓可以直接捉拿贪官进京告状。这些制度有的加强了皇权，有的保护了百姓，但都体现出朱元璋一个核心思想：这个国家不能再被少数权贵把持。他还推行了礼甲制度，
将全国人口编入户籍，形成了一套严密的社会控制体系。这套制度保证了税收的稳定，也保证了社会的稳定。在朱元璋看来，一个有序的、稳定的国家比什么都重要。然而朱元璋的治国方式也有其残酷的一面，他大兴党狱，胡为庸案。蓝玉案牵连数万人，开国功臣几乎被杀戮殆尽。有人统计，明朝开国功臣中，除了少数病逝者，绝大多数都被朱元璋以各种罪名处死。这种极端的做法固然消除了功臣集团对皇权的威胁，但也让后来的建文帝在面对燕王朱棣时无人可用。朱元璋苦哈哈地干完了所有脏活累活，甚至背着千古骂名，杀光了那些可能造反的开国功臣。他满心欢喜地以为自己总算给子孙后代留下了一个万世太平的铁打江山。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刚闭上眼睛，他最疼爱的孙子建文帝就和他最能打的儿子燕王朱棣上演了一场中国历史上最惨烈的皇位争夺战。公元1398年，朱元璋驾崩，皇太孙朱允继位，也就是建文帝。建文帝是个典型的文科生，身边围着一群只会纸上谈兵的书生。他一上台，看着自己那些手握重兵的叔叔们，心里直发毛，于是采纳大臣黄子成、齐泰的建议削藩。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操作上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先削弱小的周王、代王、襄王、齐王、闵王，一个个收拾过去，排队削藩。这等于给最大的那个燕王朱棣留出了充足的时间来准备。朱棣那时候在哪儿？北平，今天的北京。朱棣是什么人？朱元璋所有儿子里最能打仗的，戍守北方边境多年，手下有精锐部队，而且他自己就是从战场上一刀一枪打出来的。他的军事才能是在与蒙古骑兵的实战中磨练出来的，不是纸上谈兵。接到朝廷削藩的消息之后，朱棣做了什么？装疯大冬天在街上光着脚乱走，抢人家的饭吃，胡言乱语，见人就咬。朝廷派来的探子回去报告，燕王疯了，废了，不足为患。然后朱棣就在北平悄悄练兵，打造兵器，招募勇士。1399年，时机成熟，朱棣以清君侧为名起兵，旗号是皇帝身边有奸臣黄子成。齐泰，我来清除奸臣，这叫靖难平息祸难。这个政治包装极其高明。我不说我造反，我说我是来帮皇帝的。然后朱允犯了第二个致命错误，他在出兵前下令，不得伤害朱棣我的亲叔叔，你们打，但别伤着他。这道命令等于给战场上的朱棣套了个复活甲。真到了决战时刻，朱棣往前线一冲，没人敢真的往死里打，因为大家看来这毕竟是你们的家务事，万一哪天你们和好了，倒霉的还是小兵。就这样靖难打了4年，双方互有胜负。朱允胜者便换了一个又一个主帅，先用李景龙，这哥们儿是个草包，接连大败，损失几十万兵力，后来换的也不行。最终1402年，朱棣的军队渡过长江，攻入南京，皇宫起火，建文帝消失了。官方记载是死于火中，但始终没有找到明确的遗体。于是民间出现了各种版本，他化妆成和尚逃了，隐居在某个深山，他出海流亡，后来郑和下西洋，其中一个任务就是秘密寻访建文帝的下落。但不管建文帝去了哪里，历史的主角已经换人了。朱棣登基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篡改历史，把建文帝在位的4年从官方纪年里抹掉，那4年被称为革除，历史上不承认建文帝的存在。然后他开始证明自己。第一件事，迁都北京。1421年，朱棣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这是一个极其大胆的决定。当时朝野反对声一片，为什么要迁？
理由很简单，北方边境有威胁，皇帝应该在离威胁最近的地方。这就是那句话的来历：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你可以说这是政治秀，但这句话确实定义了明朝后来200多年的精神气质。哪怕最后崇祯在眉山上吊，他也没有逃跑。这条路是朱棣走出来的。迁都北京的另一个效果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北京城的基本格局。故宫皇城中轴线基本上就是永乐年间奠定的。你今天去故宫参观，走的路就是600年前朱棣走的路。第二件事，五征漠北。朱棣是个闲不住的人，他5次亲征蒙古，一直打到死。1424年，他在第5次北征回程途中死在了榆木川今天内蒙古的某个地方。马上皇帝死在路上，某种意义上，这是他最好的归宿。他用一生践行了天子守国门的承诺。第三件事，郑和下西洋。这是整个大明历史上最让人扼腕的一段历史。从1405年到1433年，郑和率领船队七下西洋，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今天的肯尼亚一带。规模有多大？鼎盛时期200多艘船，27000余人。对比一下，哥伦布1492年横渡大西洋，船只3艘，船员90人。郑和比哥伦布早了将近90年，规模是哥伦布的几十倍。但是郑和之后，中国没有走向大航海时代，没有走向殖民，没有走向海上贸易帝国。为什么？因为郑和下西洋的逻辑跟欧洲人完全不同。欧洲人出海是为了钱，为了香料、黄金，贸易路线是商业利益驱动的。而明朝的逻辑是宣扬国威，叫德化四夷，你们来我给你们东西，你们承认我是老大，朝贡体系维持。这是一种往外撒钱的逻辑，而不是往回挣钱的逻辑。郑和船队每次回来都带着各国使臣和贡品，大明皇帝感觉倍有面子，但算账的话是亏本的。到了仁宗、宣宗年间，这种赔本赚吆喝的航海被停止了。郑和死后，明朝开始海禁，那些造大船的图纸、技术慢慢失传，历史就这样以一种残忍的方式关上了一扇本可能改变整个东亚命运的门。朱棣还干了一件文化史上的大事，修永乐大典。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百科全书，收录7、8千种典籍，涵盖天文、地理、农业、医学、文学、历史，共计22000多卷，规模之大，在当时世界上没有第二。可惜的是，永乐大典正本的下落至今成谜，很可能毁于明末战火。现存的是明朝嘉靖年间抄写的副本，而且副本也大量流失。现存全球各地的不过800余卷，不到原书的4%。那些失去的书里面藏着什么，没有人知道了。朱棣这个人是矛盾的，他以叛乱起家，用屠杀来巩固皇位，杀了建文帝的忠臣方孝孺、朱十族，历史上仅此一例，这是他的黑暗面。但他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雄主之一，迁都、北征、下西洋、修大典，每一件都是历史级别的工程。他用非法手段取得皇位，然后用合法的功绩来证明自己值得拥有。某种意义上，这是他对历史的交代。永乐大帝朱棣给明朝留下了一个武德充沛的满级账号，北京城是全亚洲最坚固的堡垒，长城防线固若金汤，手里还握着3大营，50万身经百战的精锐野战军。按理说，只要后世的皇帝别瞎折腾，明朝在北方边境绝对是横着走的。但是不怕神一样的队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历史在这个时候给明朝安排了一个号称大明第一战神的奇葩皇帝明英宗朱祁镇。公元1449年，北方蒙古的瓦剌部落首领
也先带着骑兵来边境抢劫。这本来只是常规的边境摩擦，大明随便派个总兵去教训一下就行了。可是22岁的朱祁镇在身边一个叫王振的太监忽悠下，非要御驾亲征。这就好比在一个高端局排位赛里，朱祁镇明明是个只会补刀的青铜选手，非要强打野味，还强行带着全队50万精锐以及明朝几乎所有的顶级勋贵、6部尚书，浩浩荡荡地冲出了居庸关，要去越塔强杀。这场出征从一开始就是一场闹剧。大军出发前，朝廷没有充分准备，行军路上后勤供应跟不上，遇到瓦剌前锋，几次小规模交战都不顺利，士气已经很低落。明明可以撤，但王振不让撤他的老家在魏州今河北魏县，他想顺路回家显摆一下，让皇帝驾临他的家乡多有面子。于是大军绕道，白白耗费了大量时间。等绕到土木堡，人困马乏，粮草将尽，瓦剌大军已经包围过来了。土木堡是什么地方？今天河北张家口附近一个小小的土丘，没有城墙，没有险要地形，周围水源被瓦剌控制住了，明军根本找不到水喝。然后瓦剌发动总攻，20万明军在土木堡全线崩溃，朝廷的重臣将领死伤无数。王振死于乱军之中，有说法是被明军护卫将领将其打死，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场灾难是谁造成的。英宗朱祁镇被俘了一个在位的大明皇帝，被草原部落抓去当俘虏，这在明朝276年历史里是唯一一次，也是整个帝国史上最大的耻辱之一。消息传到北京，整个朝廷炸了，有人提议南迁，逃离开北京往南跑。这时候一个人站出来了，于谦，他当时任兵部侍郎，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在满朝文武的哭喊声中，于谦厉声怒喝了一句震彻千古的话：提议南迁的人该杀，北京是天下的根本，一动则大势去矣。你们难道忘了南宋是怎么灭亡的吗？这一嗓子硬生生把明朝从悬崖边上拽了回来。皇帝被俘虏了怎么办？瓦剌人拿皇帝当人质威胁我们怎么办？于谦的回答极其冷酷，也极其伟大：社稷为重，君为轻。皇帝没了，我们再立一个，绝对不能让瓦剌人拿一个俘虏皇帝来要挟大明。于是在太后的支持下，于谦立刻拥立了朱祁镇的弟弟朱祁钰为新皇帝景泰帝，直接把瓦剌手里的人质变成了一个废人。接下来于谦接管了北京城的一切军政大权。这位平时只拿笔杆子的书生展现出了极其恐怖的军事统帅能力。城里兵力不够，他把运粮的民夫、周边的备用军全部武装起来。武器不够，他下令把南京库存的武器日夜兼程运往北京。他下达了中国历史上最硬核、最决绝的军令：所有将领必须列阵于北京9门之外，不许躲在城墙后面。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这哪里是打仗？这分明就是跟你玩命，有进无退，有死无生。公元1449年10月，瓦剌大军兵临北京城下。叶先原本以为只要吓唬2句，明朝就会乖乖投降，送上无数金银珠宝，但他万万没想到，迎接他的不是白旗，而是大明神机营黑洞洞的火铳，是列阵在城门外视死如归的大明铁甲。战斗极其惨烈。在德胜门，于谦亲自指挥神机营设下埋伏，火炮和3眼铳齐射，瓦剌骑兵人仰马翻，叶先的亲弟弟中炮身亡。在西直门，明军将领孙弘与瓦剌军死战，连城门都被大明守军从里面死死封死，告诉城外的将士不退敌，谁也别想活着进城。打了整整5天，瓦剌人绝望了，他们发现这座城池不仅咬不动，而且城里的汉人
就像疯了一样，根本不怕死。眼看大明的各地援军马上就要赶到，也先怕被反包围，只能带着那个彻底失去利用价值的俘虏皇帝朱祁镇灰溜溜地逃回了草原。北京保卫战，大明胜了，大明的水晶守住了。于谦用一己之力强行给大明王朝续了将近200年的命，他不仅保住了北京，更保住了天子守国门的尊严，保住了华夏文明最后的希望。可惜的是，这位挽救了天下的民族英雄，8年之后却死在了那个被他救下的国家手里。那个被俘虏的皇帝朱祁镇后来复辟夺回了皇位，第一件事就是杀死于谦。于谦有什么罪？什么罪都没有。英宗复辟的首要推手之一说，不杀于谦，此事复出无名。这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于谦活着就是在证明景泰帝当年的合法性，就是在证明当年英宗被取代是正确的选择。所以于谦必须死，不是因为他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他太对了。1457年，于谦被押赴刑场，被抄家的时候，锦衣卫发现这位帝国最高军政长官的家里竟然没有一点多余的钱财，只有皇帝御赐的蟒袍和宝剑。这一幕让原本嚣张的抄家者也为之动容，最终安静离去，因为他们眼见的一切都无疑地告诉他们，这个被他们抄家的对象是一个人品高尚的人，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死前写下的是他年少时那首诗：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就是大明一个充满热血却又极度撕裂的朝代。经过了这场生死劫难后，大明王朝不再像开国时那样整天打打杀杀，历史的镜头开始从铁血的朝堂转向了极其繁华甚至疯狂的民间。明朝刚建国的时候，朱元璋发明了一种纸币，叫大明宝钞。最初的构想很好，带着钱做生意多方便啊！可是朝廷很快发现印钱的感觉实在太爽了，打仗缺钱印，修宫殿缺钱印。这种大明宝钞既没有黄金白银作为准备金，也没有任何总量恒定的限制机制，就是朝廷靠强权推行的纸。结果可想而知，宝钞直接迎来了史诗级的恶性通货膨胀，几十年的时间里贬值了成千上万倍，最后连擦屁股都嫌硬。老百姓被割了无数茬韭菜后彻底觉醒了，他们发现把财富绑定在朝廷的印钞机上是死路一条。民间开始自发抵制宝钞，大家急需寻找一种拥有绝对共识、产量有限、不被任何权力中心随意增发稀释的硬通货来保卫自己的私有财产。在那个时代，这种无可争议的底层共识资产只有一个：白银。明朝的老百姓用脚投票，硬生生地把帝国的法定货币给废了，把国家推向了白银本位。但是问题来了，中国其实是个极其缺银的国家，国内的银矿根本不够全国老百姓做生意用的，没有钱怎么搞？经济就在明朝面临通货紧缩，憋得快要窒息的时候，世界的另一头大航海时代爆发了。公元1567年，明朝发生了一件足以改变世界金融史的大事——隆庆开关。朝廷终于承认了海禁政策的失败，允许民间商人在福建、广东出海做生意。这一开，直接把明朝推向了全球化的最前沿。当时的欧洲人在干嘛？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刚刚发现了美洲新大陆，在波托西银矿挖出了堆积如山的白银。他们开着满载白银的大帆船，满世界寻找可以购买的商品。当他们来到亚洲，看到明朝的商品时，欧洲人直接疯了。大明的丝绸轻盈华丽，大明的瓷器精美绝伦，大明的茶叶更是后来的西方硬通货。这些东西在欧洲人眼里，那就是降维打击的高科技奢侈品。于是，一场人类历史上最疯狂的贸易逆差开始了。
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后来的荷兰人把自己在美洲挖出来的白银，甚至日本人在石见银山挖出来的白银，像不要钱一样疯狂地装上船，运到马尼拉或者澳门，只为了换取大明的丝绸和瓷器。据经济史学家统计，在明朝中后期的那段岁月里，全世界开采出来的白银有一半以上最终都流入了中国。明朝就像一个无底洞，只出口商品，只吸收白银，几乎不买外国的任何东西。这就是所谓的大明财富黑洞。这种外贸赚来的海量热钱瞬间引爆了明朝的国内经济，江南地区迎来了史无前例的繁华。资本主义的萌芽就在这堆积如山的白银中破土而出。有了这么多钱，明朝人是怎么花的呢？一句话，疯狂的消费主义。在明朝中后期的江南，比如苏州、杭州、南京，如果你穿越回去，你甚至会觉得那是个赛博朋克的世界，极度的繁华与极度的内卷并存。那时候的有钱人不仅讲究吃穿，更讲究逼格。衣服不能只穿一种款式，每个季节都有爆款。江浙沪一带的时尚潮流几个月变一次。住房子不能光大，还得请顶级设计师来修园林、叠假山、种奇花异草，主打一个私人定制。就连旅游也成了一条产业链。富商和文人们雇着豪华游船，带着戏班子和名妓在秦淮河上夜夜笙歌。那时的秦淮河简直就是明朝的纳斯达克，每天都有无数的金钱在这里流动蒸发。在庞大的市场需求下，手工业极度发达苏州的织机日夜不停，景德镇的窑火照亮了半边天。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涌入城市，成为了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人。张居正改革推行的一条鞭法更是顺应了这个趋势，规定老百姓交税不用交粮食了，直接交白银。这标志着明朝彻底完成了货币的白银化。这看起来是一个完美的盛世，对吧？手握全球过半的硬通货，内部商业繁荣到了极点。但是命运所有馈赠的礼物都在暗中标好了价格。明朝将自己的国家经济命脉彻底绑定在了一种自己根本无法生产的金属上，这是一个致命的死穴。进入17世纪明朝末年崇祯年间，远在万里之外的欧洲发生了一系列大明老百姓根本听不懂的变故。欧洲爆发了30年战争，打得稀巴烂。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衰落了，更要命的是美洲的银矿因为技术问题突然减产，再加上海上风暴频繁，运白银的船沉了好几艘。蝴蝶扇动了翅膀，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重重地砸在了大明的头上。流入中国的白银突然出现了断崖式的暴跌，市场上没有银子了。但大明的规矩没变，一条鞭法规定朝廷收税还是要白银。这时候可怕的通货紧缩发生了，白银越来越贵，老百姓地里种出的粮食、织出的布越来越不值钱。以前一石大米能卖1两银子，现在只能卖半两。可是朝廷要收的那1两银子赋税1分都不能少。为了交税，老百姓只能贱卖自己的家产、土地，甚至卖儿卖女。最后依然凑不够那该死的银子，再加上赶上了1000年不遇的小冰河期，北方连年大旱，颗粒无收。一边是收不上税，发不出军饷，快要破产的朝廷，一边是辛辛苦苦干了1年，却因为通货紧缩被无情剥夺了所有财富，活活饿死的底层百姓。经济体系的崩溃，比边境线上的敌人更早地摧毁了这台帝国机器。当陕北的异族李自成因为国家财政破产而失业的时候，大明王朝的丧钟已经被这股席卷全球的白银洋流彻底敲响了。明朝用一种极其现代的金融方式参与了全球化，也最终在宏观经济的无情周期中走向了灭亡。但这滚滚红尘的繁华虽然没能保住大明的江山，却在明朝中后期催生了另一种不朽的东西文化的大爆炸。
如果你以为明朝人每天都在家里正襟危坐地背四书五经，那你就大错特错了。真实的大明中后期其实是一个极其疯狂的泛娱乐帝国。在那时候的江南街头，爆款小说的催更程度绝不亚于今天任何一部顶流网文，街头的戏曲演出狂热程度堪比今天的超级巨星演唱会。更夸张的是，大明的书商和画师们硬生生的在没有电脑和数位版的时代卷出了一条极其成熟的漫画产业链。是的，你没听错，今天我们玩的二次元，追的 IP， 看的动漫，明朝人几百年前就已经玩得炉火纯青了。在明朝以前，读书人写东西主打一个载道，必须高雅，老百姓根本看不懂也不爱看。但是到了明朝中后期，情况变了，手里有银子的市民阶层不爱看大道理，他们就爱看打怪升级，爱看江湖义气，爱看豪门恩怨，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市场。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全职自媒体大 V 诞生了，比如吴承恩写出了《西游记》，施耐庵和罗贯中的作品在明朝中后期彻底大爆，被书商疯狂印刷。这些白话小说就是明朝当时的超级 IP。 但明朝的书商们极其聪明，他们深知光有文字是不够的，想要卖得好必须得有视觉冲击力。他们发明了一种东西叫绣像本，简单来说就是带有精美人物插画的小说。这玩意儿就是中国古代的故事会和知音漫客。在那个没有短视频没有电影的年代，大明朝的出版商们为了让自家的书更好卖，那是真敢下血本。他们请的不是一般人，而是当时艺术界的顶级大咖，比如那位画风极其诡异又极其牛掰的大画家陈洪寿。你想想看，在《西游记》出来之前，孙悟空长什么样没人知道。正是明朝这批天才画师，通过一张张精美的木刻版画，为齐天大圣做出了第一代极具生命力的视觉设定。他们要考虑角色的剪影轮廓够不够抓人，动态姿势够不够张力，手里那根金箍棒怎么画才能显出重达13500斤的质感。这批画师在木板上刻下的每一根线条，直接定义了后世几百年中国人对神仙妖魔的想象。不仅仅是猴哥，明朝中后期道家思想在民间火得一塌糊涂，画师们在设计道家神仙时确立了一种流传至今的审美标准，那是种乘物以游心的飘逸，是种冷傲出尘的气质。这种视觉 DNA 的影响力有多大？可以这么说，今天我们在做角色概念设计时，那些深受大家喜爱的道家角色，无论是高冷孤傲的，亦或是带着神秘色彩的，我们在为他们设计那种随风飘动的宽袍广袖，那种阴阳交融的清冷气场时，其美学的根基依然是在向这批明朝的画师们致敬。书商们不仅在画师上卷，在技术上也卷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最开始大家看书都是黑白线，看着看着就觉得没劲，于是一项黑科技诞生了飞版套印。简单说就是把一张画拆成几十块木板，像拼图一样，不同颜色分别套印上去。这就相当于大明的出版业直接从诺基亚的黑白屏强行进化到了 4K 全彩高清显示器。那时候的插画精美到了什么程度？即便是当时的一些成人读物，都被印成了极具艺术价值的典藏版。大明百姓在感官享受这件事上绝对是拉满的。有了大 IP， 有了精美的设定集，明朝的二次元文化还差最后一块拼图——粉丝互动。你以为古人看书就是一个人闷头看，那你就太小看大明键盘侠了。不，评论家，明朝流行一种叫评点本的东西，代表人物就是那位自命不凡、才华横溢的金圣叹。他在读《水浒传》时不仅自己读，还在书的空白处写满了吐槽和点赞。这段写得太妙了，宋江这人太虚伪，武松这招我给满分。书商一看，这评论比正文还有意思，
干脆把这些吐槽版印出来卖，结果直接卖脱销了。这不就是明朝的实体弹幕吗？大家买书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看金圣叹的这些神评论，享受那种古代网友在线吃瓜的乐趣。更有甚者，开始搞同人创作，比如著名的《金瓶梅》，它本质上就是《水浒传》里武松、潘金莲、西门庆那段故事的100万字史诗级同人衍生文。作者借着《水浒传》的外壳，极其辛辣地写进了明朝中后期那种纸醉金迷、物欲横流的市井百态。这就叫同人逼死官方，直接把自己写成了千古名著小说、漫画、评点、同人。明朝的文化产业在这种极度宽松、极度商业化的氛围中迎来了空前的繁荣。人们不再压抑自己的欲望，他们大声地谈论金钱，谈论爱情，谈论享受。但是这种物质和感官上的极度放飞，也让很多明朝的有识之士感到了一丝空虚和焦虑。难道人这一辈子就只是为了追求这些感官刺激吗？在这个看似繁华却又乱象丛生的世界里，个人的内心到底该何去何从？就在大明的读书人们陷入精神内耗，觉得生活没意义的时候，一个真正的猛人登场了。他不屑于写小说，也不屑于画画，他用一场九死一生的贬谪，在贵州深山的农场里悟出了一个足以掀翻整个封建思想界的终极真理。他用一己之力给全大明的读书人做了一次彻底的精神系统升级。这个人就是王阳明。王阳明原本是个绝对的精英，但他运气不好，得罪了当时权倾朝野的死太监刘瑾，结果被廷杖打得皮开肉绽，发配到了贵州龙场。在那片毒蛇猛兽出没、瘴气弥漫的原始森林里，王阳明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只能自己挖了个石洞，甚至给自己打了一口石棺，每天躺在里面等死。他把以前读过的所有古代圣贤书都在脑子里过了一遍。他反问自己，如果圣人处在现在的绝境里会怎么做？外界的一切都在折磨我，天理到底在哪儿？就在某个极其安静的深夜，王阳明突然悟了。史书上记载，当时他大呼跳跃，仿佛疯了一样。他发现那个所谓的理根本不在外面的草木里，而是在自己的心里，心外无物。这简直是降维打击。他告诉大明的所有人，别向外找了，宇宙的真理、道德的标准全都在你自己的心里。圣人之道，无性自足，你的心就是太阳，它自带光芒，你不需要去外界借光，你只需要把你心里的灰尘擦干净就行了。紧接着他又提出了第二个极其硬核的方法论，知行合一。今天我们很多人喜欢精神内耗，晚上想想千条路，早上起来走原路，懂得很多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为什么？因为在王阳明看来，只要你没去做，你就是不知。真正的知本身就包含了行动。你看到路边有个老人摔倒，你心里觉得该扶，这是知，然后你立刻走过去扶了，这是行。这就叫知行合一。这套心学一出来，整个明朝的读书人都疯了。这是一种极其强大的内核构建方法，它彻底打破了官方的思想垄断。它告诉大明的老百姓，无论你是砍柴的、卖菜的，还是画插画的、写小说的，只要你致良知，你不需要死读四书五经，你按照本心去生活，你一样可以成为圣人。思想既然解放了，肉体也就闲不住了。王阳明说知行合一，那我就要去行。既然心外无理，那我就用这双脚去亲自丈量大明的万里河山。于是在这个狂热的时代背景下，诞生了中国历史上最硬核、最不要命的特种兵驴友徐霞客。徐霞客22岁出门，一直走到54岁，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他抛弃了考取功名这条古代读书人的唯一出路，只带了一个仆人，
靠着一根拐杖、一双破鞋，极其疯狂地穿越了今天中国的21个省市自治区。他去过华山、泰山，走过黄山、武夷山。他深入云贵高原的原始森林，探索过极其危险的地下溶洞。他为了寻找长江的源头，多次在悬崖峭壁上九死一生，甚至遇到过强盗，被抢得全身上下只剩一条裤衩，连陪伴他的仆人都跑了。但他依然没有停下脚步。大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徐霞客之所以能完成这种在今天看来都极其不可思议的壮举，除了他极其强悍的身体素质和意志力之外，更离不开明朝庞大且发达的驿站系统。他把自己一路上看到的山川地貌、水文气候用极其精确和优美的文字记录下来，最终写成了那部震惊世界的《徐霞客游记》。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游记了，这是古代中国最伟大的一部地理学著作。徐霞客和王阳明这两个人，一个向内探索到了心灵的极致，一个向外行走到了地理的极限。他们就是明朝那股生猛不受拘束的精神缩影。这就是大明的魅力。这里不仅有皇帝的铁血独裁，有朝堂上官员的疯狂内卷，在广阔的民间更有这种为了追求真理、追求自由，连命都可以不要的狂人。但是繁华与自由从来都只是属于少数人的特权。当江南的才子们在秦淮河畔高谈阔论心学的时候，当富商们在把玩着精美的绣像小说的时候，在这个帝国的最边缘，在漫长而凶险的海岸线上，却有几百万人甚至上千万连大字都不识一个的底层老百姓，正在经历着一场长达100年的暗无天日的生存噩梦。对于他们来说，什么是心学，什么是自由，他们根本听不懂。他们关心的只有一件极其残酷的事情：今天能不能活下去。明朝是一个对大海有着骨子里的恐惧的朝代。朱元璋当年为了防范死对头张士诚、方国珍的残部，也为了图省事，一建国就甩出了一个极其硬核，甚至有点反人类的国策海禁。史书上只有冷冰冰的6个字：片板不许下海。这6个字在皇帝和内阁大臣的眼里是宏大的国家地缘战略，但在沿海底层百姓的头上就是一座大山，压得他们活不下去。在广东、福建的沿海，生活着无数世代以海为生的渔民家族，他们没有土地，那里的地形全是山，种不出什么粮食，大海就是他们唯一的田地。这些渔民基本都是世代文盲，你让他们去理解什么是大明的朝贡体系，什么是天子威严，那太难为人家了。这就好比你让一个一辈子没出过小山村，连 ATM 机都没见过的老太太，独自去现代化的陆家嘴银行办跨国理财。面对那些冰冷的机器和高高在上的柜员，他除了发抖和无措什么也做不了。大明的渔民也一样，他们看不懂衙门墙上的圣旨，他们只看到官兵冲过来，把他们赖以生存的渔船砸了个稀巴烂，把他们下海捕鱼的渔网全部烧毁。哪怕你只是下海抓2条鱼给生病的孩子熬口汤，被抓住了轻则发配充军，重则直接砍头。在那种极其可怕的世代贫困里，生活是没有任何容错率的。在那些渔民家庭中，一套新衣服那是几代人都难以企及的奢望。如果能在过年的时候给家里添置哪怕一件最便宜的新衣裳，那都是一件能让母亲高兴地向周围所有邻居炫耀上大半年的天大喜事。拥有一艘属于自己的哪怕是2手的小破船，对他们来说都是家族几十年奋斗才能实现的顶级奢侈品。但现在明朝的官兵不仅剥夺了他们炫耀的权利，甚至连他们求生的权利也一并剥夺了。靠山吃山，靠海却不让你吃海。你告诉我，几百万沿海的底层老百姓到底该怎么活？俗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当老实人被逼到了没有退路的绝境，他们爆发出的能量
将是极其恐怖的。既然明朝不让我们活，那我们就自己找活路。于是，在中国东南沿海爆发了一场持续了上百年的极其惨烈的民间大走私和武装抗争。这里我们必须揭开明史中一个巨大的认知误区，关于倭寇的真相。我们从小在历史书上学到明朝中后期沿海倭患极其严重，戚继光抗倭，很多人以为倭寇全是日本人，但如果你去翻看明朝官方的内部档案，比如明史和当时官员的奏折，你会发现一个极其震惊的数据：大抵真倭3%，从倭者7%。什么意思？意思是在那些横行东南沿海烧杀抢掠，连大明正规军都打不过的倭寇里，真正的日本人可能只有2-3成，剩下的7、8成全是明朝自己的老百姓。他们是谁？他们就是那些失去了渔船，连字都不识的破产渔民，就是那些被海禁政策逼得倾家荡产的沿海走私商，就是那些活不下去的底层苦力。比如当时最大的倭寇头子汪直，他本人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徽州人，他在日本长崎建立了庞大的武装走私集团，手底下不仅有日本浪人，更有成千上万明朝的沿海百姓。这哪是外敌入侵，这分明是大明内部的底层百姓为了吃上一口饭，向僵化的国家机器发起的自杀式冲锋。他们抢劫官府，杀戮贪官，甚至敢直接攻打明朝的县城，因为他们心里清楚，横竖都是死，留在岸上是饿死，下海被抓住是砍头，那不如拿起刀在大海上拼出一条血路。当戚继光的戚家军在东南沿海奋力砍杀倭寇的时候，这其实是一个极其悲剧的内耗死结。戚继光是民族英雄，他保境安民，这毫无疑问。但在他对面，那些倒在血泊里被冠以倭寇之名的人，很多原本也只是想在海边捕鱼，想给家人买件新衣服的普通大明百姓。明朝用极其强硬的手腕镇压了这场沿海的动乱。后来也就是我们在第6集讲过的隆庆开关朝廷，终于稍微开了一条门缝，允许民间在福建、广东进行有限的贸易，沿海的局势才渐渐平息下来。但这上百年的海禁早已在华夏大地的东南边缘刻下了一道极其深重的伤痕。当我们惊叹于郑和下西洋的庞大舰队时，当我们沉醉于江南水乡那白银换来的精致品茗时，请不要忘记明朝那无与伦比的宏大叙事背后，是无数底层人被剥夺、被送上绝路的血泪。这就是大明他有天子守国门的硬气，有王阳明知行合一的通透，但他同样有着草菅人命的冷酷和制度僵化带来的灾难。当沿海百姓在海浪中怒吼挣扎时，大明的上层建筑，那些掌握着帝国方向盘的人又在干什么呢？如果把目光重新投向北京紫禁城，你会看到一幅极其荒诞的画面。明朝中后期的皇帝们仿佛集体中了邪，有20多年不上朝躲在深宫里炼丹修仙的，有沉迷于做木匠活把国家大事全扔给太监的，还有几十年死活不理朝政，硬生生把国家机器熬到瘫痪的。皇帝集体罢工，可明朝竟然没有立刻崩溃，因为在这个帝国的朝堂上，诞生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最成熟也是最内卷的产物内阁。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中国历史上最顶级的一批聪明人，开启了极其残酷的官场大乱斗。他们是如何在老板缺席的情况下维持公司运营的？这场没有硝烟的权力游戏，又是如何一步步把大明推向深渊的？如果把明朝200多年的历史看作是一场极其漫长的排位赛，那明朝中后期的这几个皇帝绝对能把全天下的队友气到吐血。为什么？因为作为全队最重要的 C 位，他们竟然集体挂机了。嘉靖同志沉迷于修仙炼丹
20多年不穿龙袍，天天穿着道袍在后宫里练仙丹，甚至差点被几个宫女用绳子给勒死。天齐老弟是个被皇位耽误的鲁班在世，天天躲在后宫里做木匠活，手艺精湛到让人发指。国家大事全扔给太监魏忠贤，尤其是万历同学，他创下了封建社会的奇迹，因为立太子的事情跟大臣们赌气，整整30年不上朝。30年啊，他跟那些天天在大殿里打卡上班的大臣们关系变得极其诡异，这简直就像那种常年不着家的亲哥哥，明明大家名义上是一家人，甚至就住在紫禁城这同一个屋檐下，却只有睡觉的时候才回来。几十年下来，皇帝和群臣不仅没在一起吃过一顿饭，甚至连碰面了都互相没话说，活生生处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按理说 CEO 30年不露面，公司早该倒闭100次了。可神奇的是，大明这台破车不仅没停，居然还在万历3大征里打赢了日本的丰臣秀吉。皇帝既然挂机了，那是谁在疯狂 carry 全场，硬生生稳住了明朝的水晶呢？答案就在文渊阁里那个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巅峰怪物——大明内阁。要搞懂内阁到底是个什么怪物，我们得先回到大明开国的时候。当年朱元璋怕丞相造反，一刀砍了胡惟庸，并规定大明永远废除丞相，有什么事老子自己干。朱元璋是个超级工作狂，他当然顶得住，但他没想过他的子孙顶不住啊。于是后来的皇帝为了偷懒，找了几个学霸当私人秘书，办公地点就在内阁。一开始内阁真的只是个打字员的角色，但权力的演变往往比小说还要精彩。到了明朝中后期，这群原本只负责抄抄写写的秘书，竟然在皇帝的挂机中悄无声息地进化成了大明王朝的最强大脑，首辅更是成了没有丞相名分的真丞相。他们是怎么操控帝国的？靠的是一套极其精密的工作流票拟与批红，全国各地每天送来成百上千份奏折，皇帝根本不看，全送到内阁，由内阁大臣们看完后，拿一张小纸条写上处理意见，比如这笔钱该不该拨，这个人该不该杀，夹在奏折里，这叫票拟。然后奏折送到后宫，皇帝看一眼小纸条，如果同意，就让身边的太监用红笔照抄一遍，盖上玉玺，这叫批红。看懂了吗？只要皇帝一偷懒，国家的一切决策权其实就全部落在了内阁大臣那张小小的纸条上。他们虽然没有兵权，但他们掌握了帝国的最终解释权和行政审批权。于是全中国最聪明、最腹黑，也是最会算计的一批科举状元和顶级学霸，为了争夺那张写小纸条的权利，在文渊阁里展开了中国历史上最残酷的官场大乱斗。在这场游戏里最出名的一场对决叫做徐阶斗严嵩。严嵩是谁？明朝第一权臣，霸占内阁首辅位置长达20年，在史书上他是个十恶不赦的大奸臣。但他为什么能屹立20年不倒？因为他是嘉靖皇帝最完美的白手套和挡箭牌皇帝，想修仙没钱怎么办？严嵩去搞钱，背下所有贪污的骂名。皇帝杀了忠臣，怕被历史骂怎么办？严嵩去背黑锅，说是自己进的谗言。只要严嵩还有利用价值，谁也扳不倒他。当时无数热血的官员，比如著名的杨继盛，拿着必死的决心去弹劾严嵩，结果全被皇帝下令乱棍打死。在这一地鲜血中，有一个人看透了这场游戏的本质，他叫徐阶。徐阶是内阁次辅，他心里极其痛恨严嵩，但他表面上怎么做呢？他把自己伪装成严嵩最忠诚的一条狗，严嵩让他干嘛他干嘛，甚至把自己的亲孙女嫁给了严嵩那个飞扬跋扈的孙子。他每天陪着严嵩笑，陪着皇帝修仙。他在黑暗中整整隐忍了15年，他就像一个极度冷静的刺客，一边熬着严嵩的寿命，
一边死死盯着严嵩和皇帝之间那微乎其微的裂痕。终于，当嘉靖皇帝对严嵩产生厌倦，当严嵩的干儿子犯下致命错误的那一刻，徐阶拔刀了。没有废话，没有煽情，只有几分精准捅在皇帝肺管子上的奏折，瞬间摧毁了严嵩20年的权力帝国。严嵩最后被抄家，只能在街头要饭，活活饿死。这就是大明内阁，这里没有天真，只有为了政治抱负或者个人私欲而将心机算计到极致的怪物。徐阶之后，大明迎来了一位真正的猛人，张居正。张居正上台的时候，明朝已经是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了，国库空虚，边境吃紧，老百姓被剥削得活不下去。张居正不仅是首辅，还是万历的老师，万历多花1两银子都要被张居正骂得怀疑人生。张居正把内阁的权力放大到了极致，他架空了6部，把整个官僚系统变成了他个人的执行机器，然后他强行推行了名震天下的考成法和一条鞭法，清查全国的土地，把那些权贵地主瞒报的田地全部挖出来缴税，精简官僚机构，让那些只拿钱不干活的官员通通滚蛋。张居正就像一个拿着大铁锤的暴力施工队长，硬生生把快散架的大明号重新焊好，强行给他续了60年的命。在他的治理下，明朝国库充盈，边境安宁，仿佛迎来了中兴的曙光。但他太严了，他得罪了全天下的既得利益者，更压抑了万历整整10年。1582年，张居正累死在位子上，他前脚刚死，被压抑坏了的万历皇帝就开始了疯狂报复抄家、削官，甚至把张居正的儿子活活饿死。张居正一死，改革人亡政息，大明的官僚们陷入了更疯狂的派系私斗，再也没人关心这个国家该往哪儿走。皇帝罢工，内阁内耗，明朝内部最核心的权力机器在张居正死后彻底锈死了。而此时的大明帝国已经没有时间再去修补了一场千年不遇的小冰河期降临，北方大汉老百姓连树皮都啃光了。而在遥远的关外，一个极其强悍的游牧政权后，金清朝的前身正在白山黑水间磨刀霍霍，死死盯着大明那摇摇欲坠的国门。大明王朝即将迎来它极其惨烈、极其悲壮的最后时刻。而那最后一位试图力挽狂澜的皇帝，他比谁都勤奋，比谁都节俭，却为什么成了压垮明朝的最后一根稻草？如果你有这么一个游戏账号，你接手的时候这个号已经玩了快300年，你满怀期待地登上去一看，好家伙，3路高地全被推平了，水晶只剩下一丝血，队友要么在挂机，要么在疯狂送人头，而对面满屏的超级兵已经怼到了你的脸上。这时候你会怎么做？绝大多数人肯定会直接点投降，或者干脆把网线不玩了。但在公元1627年的明朝，有一个17岁的少年面对这样一个连系统都判定必输无疑的极度烂摊子，他不仅没点投降，反而咬破了手指，要凭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打赢这场史诗级的逆风局。这个少年叫朱由检，他还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称号，大明王朝最后的 CEO 崇祯皇帝。崇祯刚接手大明的时候，这台庞大的国家机器早就被他的爷爷万历和哥哥天启给玩废了。朝廷里太监魏忠贤的阉党和文官集团的东林党互相折磨，国库里连发给边关将士买粮食的钱都掏不出来。但崇祯是个狠人，他一上台，以雷霆万钧的手腕兵不血刃地干掉了权倾朝野的魏忠贤，整个朝堂瞬间清静了。那一刻，全天下的读书人都沸腾了，大家都以为明朝终于迎来了一位英明神武的千古一帝，要触底反弹了。可是崇祯猜中了开局，
却远远没有猜透这绝望的结局，因为他要对抗的不仅仅是腐败的官僚和关外的敌人，他要对抗的是老天爷。崇祯年间，地球的气候发生了一次极其可怕的巨变，史称明清小冰河期。这绝对不是冬天多穿件羽绒服就能解决的问题，这是真正的末日级天灾。当时的中国北方，尤其是陕北一带，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连年大旱。史书上的记载极其惊悚，赤地千里，寸草不生。老百姓为了活下去，一开始是吃草根啃树皮，啃光了就去挖地下的观音土，吃完拉不出屎，活活憋死。到了最后，最突破人类道德底线的事情发生了，易子而食。连年大旱之后，紧接着就是蝗灾和极其恐怖的鼠疫，整个明朝的北方几乎变成了一片鬼。按说碰到这种事，朝廷得赈灾啊，得开仓放粮啊，可是崇祯的手里没钱呢。更要命的是，在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那群极其彪悍的满洲八旗铁骑正在日夜不停地狂踹大明朝的山海关防线。为了防守关外，崇祯不仅不能给灾民赈钱，他还要强行加税。这叫什么？这叫想想和想想，史称三想加派。这就好比一个人已经饿得快断气了，你不仅不给他输液，还要按住他疯狂抽血。于是在一个叫陕西米脂的穷地方，明朝庞大体制的一个极其不起眼的底层小人物，因为国家财政破产被裁员下岗了。这个被砸了饭碗的底层一族决定不再等死，他拿起了刀，走进了饥民的队伍。他的名字叫李自成。李自成的加入彻底点燃了明朝内部的火药桶，无数活不下去的农民揭竿而起。他们不占领地盘，抢完就跑，官军称他们为流寇。这下崇祯陷入了中国历史上最让人绝望的两线作战。关外是皇太极的重甲骑兵，随时准备入关劫掠；关内是李自成、张献忠的百万饥民，像蝗虫一样席卷中原。明朝的兵力被这两股力量彻底撕扯碎了，把军队调去打流寇。关外的清军就打进来，把军队调去守长城；关内的流寇就攻城略地。按下葫芦浮起瓢。面对这种让人绝望的局面，崇祯是怎么做的？他爆发出了惊人的毅力，化身为中国历史上最极端的工作狂。20多岁他就熬白了头发，每天批阅奏折到深夜，舍不得吃肉，龙袍破了就让皇后打个补丁接着穿。他绝对不近女色，没有任何娱乐活动，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扑在了这个快要散架的国家上。他试图亲自微操这场游戏的每一个细节，只要你打了一场败仗或者意见不合他的心意，轻则罢官，重则下狱砍头。在位17年，他走马灯似的换了50多个内阁大学士。这个时候，崇祯性格里最致命的缺陷——极度的多疑和刚 fant 自用彻底暴露了。崇祯的急躁最终酿成了明朝末年最大的一出悲剧。当时辽东防线的最强指挥官是抗清名将袁崇焕，他曾经用红衣大炮轰死过努尔哈赤，是关外长城真正的定海神针。可是当皇太极绕过山海关，突然带兵打到北京城下的时候，崇祯彻底慌了，也彻底怒了。他中了皇太极极其简单的反间计，认为袁崇焕是故意放清军进来，是要拥兵自重。于是这位每天熬夜加班，自诩为英明神武的崇祯皇帝下达了一个让天下所有忠臣彻底寒心的命令，将袁崇焕凌迟处死，割了3000多刀，并且极其残忍地让北京的老百姓去分食他的肉。袁崇焕一死，明朝的官僚和武将集团集体心碎了，大家都看明白了，跟着这位老板干，打败了要被砍头，打胜了依然可能被凌迟。既然横竖都是死，那谁还愿意给你卖命？从那一刻起，明朝的官场彻底陷入了极其诡异的摆烂状态。你崇祯不是喜欢微操吗？你不是自认为最聪明吗？
好，那我们什么都不干，我们就看着你一个人表演。崇祯就像一个极其绝望的修补匠，拿着破抹布在这个漏风的破房子里东奔西跑。他越是努力修补，这房子塌的就越快。时间来到了公元1644年，那个曾经连饭都吃不起的下岗一族李自成，带着他那浩浩荡荡的大顺军，一路势如破竹，打到了北京城下。此时的大明北京城不仅没有当年于谦保卫战时的热血沸腾，反而静得可怕，国库里连12000银子都掏不出来，城墙上的士兵饿得连火铳都举不起来。而那些平时满口仁义道德的大臣们，早就偷偷锁好了自家装满白银的地窖，换好了衣服，准备迎接新主子了。1644年的那个春天，崇祯皇帝终于明白，这局游戏他无论如何也打不赢了。公元1644年甲申年农历3月18日的深夜，北京城外大顺军的连天烽火已经把半边夜空映照得血红，隆隆的火炮声就像催命的丧钟，一声一声砸在紫禁城的红墙上。大明王朝这个在276年前由一个吃不上饭的乞丐拿着一个破碗在满地恶洞中硬生生扒出来的伟大帝国，终于走到了它的最后一天。276年前，朱重八用极其刚烈的铁血手腕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把碎了一地的华夏文明重新拼凑了起来。276年后，他那个最勤奋、最节俭却也最绝望的子孙崇祯，手里拿着一把带血的剑，看着满目疮痍的江山，输光了全部的筹码。历史在这一刻画下了一个极其残忍的闭环。其实，在城破的前夕，崇祯是有机会活命的。当时有人劝他：“皇上赶紧走吧，调集剩下的禁军往南跑，回南京去。那里有成套的6部官员，南方还有半壁江山，只要您还在，大明就还没有亡。”但崇祯没有走。为什么不走？因为在他的头顶上悬着他祖爷爷永乐大帝朱棣定下的一条家训：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你可以打败我，可以杀了我，但我绝不可以像南宋的皇帝那样丢下北方的百姓狼狈逃跑。这是大明朝刻在骨子里的东西，也是这片土地上属于汉人最后的底线与体面。那一夜的紫禁城出奇的安静，没有满朝文武的哭天抢地，没有誓死为国的慷慨激昂，只有令人窒息的背叛。崇祯站在空荡荡的太和殿前，亲手敲响了召集百官的景阳钟。当当当，钟声在庞大的皇宫上空回荡，传到了北京城的各个角落。崇祯死死地盯着大殿的入口，哪怕有一个大臣能在这个时候跑进来陪他这个孤家寡人站在一起，他的心里也会有一丝安慰。但是没有一个都没有。那些平时满口仁义道德，动不动就引经据典教训皇帝的东林党领袖们，那些拿着明朝极其丰厚的俸禄，家里地窖藏着几万两白银的内阁大学士们，那些自诩为大明清流的文臣武将们，全部躲在自己的宅子里，大门紧闭。他们有的人在连夜赶制大顺军的旗帜，有的人在偷偷把脸抹黑，准备化妆成平民逃跑，还有的人甚至已经提前写好了向李自成劝进的投名状。国难当头，这个帝国最顶级的精英集团选择了集体装死。崇祯绝望地笑了，他终于明白，这个庞大的帝国机器不是被流寇打垮的，也不是被关外的清军打垮的，而是被这群极度自私、极度内耗的既得利益者从内部活活掏空的。文臣皆可杀，这是崇祯在绝望中发出的最凄厉的嘶吼。既然满朝文武皆已投降，那大明帝国的尊严只能由他自己来守了。为了不让大明的皇室受辱，崇祯做出了一个极其残忍却又极其决绝的决定。他提着剑走向了后宫，他逼着与自己相濡以沫的周皇后上吊自杀，他叫来自己最疼爱的长平公主，
看着10几岁哭成泪人的女儿，崇祯举起手中的长剑，闭上眼睛流着泪喊出了一句让后世无数人肝肠寸断的话：如何顾生我家？你为什么要生在帝王之家？手起剑落，砍断了长平公主的左臂，公主痛得昏死过去。接着他又杀死了年幼的昭仁公主，并安排几个皇子换上老百姓的破衣服，由心腹太监连夜偷偷送出城去，为朱家留下最后的血脉。处理完这一切，紫禁城里再也没有什么值得他留恋的了。3月19日的凌晨，天还没亮，北京城的外城已经被李自成攻破，崇祯身边只剩下一个极其忠诚的太监王承恩。主仆2人跌跌撞撞地走出了神武门，一步一步爬上了紫禁城背后的那座小山眉山今天的景山。站在眉山的最高处，崇祯最后一次回眸，俯瞰着这座由永乐大帝朱棣亲手缔造、曾经万国来朝的伟大都城。大火正在吞噬着外城的民居，喊杀声震天动地。崇祯脱下那件打着补丁的蓝色龙袍，咬破手指，在衣服的内襟上写下了中国历史上最震撼的一份皇帝遗书：朕自登基17年，虽朕博得匪功，上干天怒，然皆诸臣误朕，致逆贼直逼京师，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人贼分裂朕师，误伤百姓一人。什么意思？我干了17年，确实没有逆天改命的本事，我死了没脸去地下见列祖列宗，所以我把皇冠摘掉，用头发遮住我的脸。你们这些反贼，你们把我大卸8块都行，但求求你们千万不要伤害大明的任何一个老百姓。写完这封遗书，崇祯走到了一棵歪脖子老槐树下，将白绫悬挂在树枝上。他最后看了一眼这片他深爱过、挣扎过，也彻底绝望过的华夏大地，然后踩上了木墩。旁边的太监王承恩跪在地上，向崇祯重重地磕了3个响头，随后也在旁边的一棵树上追随他的主子而去。随着崇祯双脚腾空，大明王朝这台运转了276年的庞大机器轰然停止。崇祯死了。不久之后，清军的铁骑跨过山海关，华夏大地再一次迎来了异族的统治，剃发易服。那是一段更为惨痛的历史。但是当我们在今天回望这段往事时，我们到底在缅怀什么？我们缅怀的绝不是那个僵化的封建皇权，我们震撼的是那个时代里华夏民族所爆发出的极其狂野的生命力，是朱元璋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绝地反击，是天子守国门不和亲不纳贡的铁骨铮铮，是于谦站在德胜门外那句社稷为重君为轻的千古忠魂，是王阳明龙场悟道知行合一的思想狂飙，是明朝的老百姓在极度内卷和严苛的政策下依然创造出的繁华市井与坚韧智慧。大明是中国历史上极其撕裂极其奇葩的一个朝代，但它也是最具有古典汉人骨气最硬核的一个朝代。它像流星一样划过历史的长空，带着满身的伤痕与荣耀，重重地砸在了华夏文明的坐标系里，留下了一声极其不甘却又极其悲壮的怒吼。历史从不许诺胜利，它只奖励那些在绝境中依然选择站起来的人。朱元璋如此，于谦如此，王阳明如此，徐霞客如此，甚至那个在眉山上吊的崇祯，他也用生命践行了君王死社稷的承诺。他们或许失败了，或许偏执了，或许疯狂了，但他们都用自己的方式捍卫了某种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那是这个民族的脊梁。历史的狂飙已经落幕，但华夏的脊梁永远都在。明史的故事到此告一段落，但那些关于勇气、信念、尊严与抗争的记忆，将永远流淌在这片古地的血脉之中，代代相传，生生不息。